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啊，从美国讲到中国，咱们先讲中国吧。这个参议员否定选举结果的事情，我在节目后半段告诉你们中间的大秘密啊。先说中国人，华人与中国共产党这70-80年的激情史，每次让人回想起来，真的是痛心疾首呀。面具人，我一直在研究呀。这个华人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发展，科技是发展了，生活是变好了，可是中国的社会反而变得越来越进入绞肉机模式。你说西方社会有没有为中国的民主做出贡献呢？贡献当然是有的，或多或少。好，问题出来了。面具人把话讲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有点愤怒啊。有些人会想，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民主贡献的力度还不够，西方人都是利用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想得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民主贡献的力度不够，那至少人家西方人还带来了科技，带来了产业，带来了就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咱们华人呢？咱们华人对中国人的民主贡献又有多少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就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啊，最典型的就是毒奶粉。好多年前了吧，有10几年了，很多人硬是要把毒奶粉这种事情推给社会体制，要把毒奶粉这种事情推给中国人穷的这种社会环境上面。观众朋友们，你觉得中国人造毒奶粉完全是因为社会体制，或者是因为中国人穷，这个逻辑合理吗？你要是觉得合理，那面具人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泰国比中国更穷，泰国人做毒奶粉了吗？印度比中国更穷，印度做毒奶粉了吗？就连非洲都穷成啥样子了，穷的都不用考虑什么体制不体制的问题了，能吃饱饭就行了。非洲也有很多食品制造企业，他们非洲人造毒奶粉了吗？他们非洲人造毒食品了吗？好，这是面具人我说的大环境社会。咱们再放到个体来说，你作为一个企业老板，你会不会为了提高利润，为了赚更多的钱，然后搞劣质食品造毒奶粉呢？你会不会？你不会。可是呢，你不能否认有人会。而且面具人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利润足够了，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如果你认为这种违背良知的事情你不会做，行，你在食品这件事上面你很有理性，很有正义感，你很明智，你不会做 OK， 你会责怪国家监管不力，你会怪社会体制不好，你会怪黑心商人太多。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统治者强则民弱，而华人这个族群真正的根儿在于民弱导致的统治者强，导致的这些老板就敢毒你，对不对？为啥人家敢毒你？为什么人家敢欺负你？因为你好欺负呀，因为欺负你没有代价呀，对吧？虽然说你不会作恶，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在被小偷抢劫的时候，你走过去看到了，你不管，结果呢，这个人被抢挂了。法律上来说呢，你是不用负什么责任的，但是呢，他的死和你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对吧？并且呢，等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下次呢，你被抢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管你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扶老太太被坑，做好人被坑了，这是共产党的统治模式导致的。但是为什么共产党会发现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玩法，让百姓互相毒害呢？为什么西方这一套就玩不起来呢？因为共产党发现中国人吃这一套呀。为什么？从刚才的毒奶粉咱们就能发现，比咱们中国还穷的国家再穷也不会搞毒奶粉去害人。好，咱们接着讲啊，你认为你不会做毒奶粉 OK， 那好，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维去看啊。华人民主革命圈的8964在反共的人里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轰轰烈烈的，对吧？在天安门广场上面
一堆人啊被嘎吱嘎吱了，坦克车嘟嘟嘟嘟嘟，对吧？那面具人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当我一提到8964的时候，你们会想到谁？王丹、柴玲、刘晓波、吴尔开西，对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这些人哦，合着那些陨落的大学生群众就不是人了。华人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就是凡事只看标杆、立标杆、造神，而不是看具体现象。哦，你连具体现象都看不到了，你遑论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呢？在这些事情上面，但凡是第一印象就能想到那些可怜的大学生，想到那些牺牲的可怜群众的人，他们的思想境界都比这些天天捧臭脚喊着天灭中共立标杆的狂热粉思想境界要高得多。然而呢，很多人又会走进误区，就是牺牲了那么多的大学生，就是用来衬托这些民主革命领袖的伟大的，是不是啊？他们才是民主的希望，他们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对不对？你们仔细观察很多民主大师的频道下面的留言啊，看面具人节目的老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些频道的流量、点赞、留言很多都是刷的。然后呢，你们看好了啊，他们频道下面的留言也都和中宣部统一指导的是一模一样的，有统一的话术，有统一的指导纲领的。你们仔细看好了啊，你们看完面具人我的节目，可以去看那些民主大师频道下面的留言，验证一下，然后再回到面具人的频道下面来对比一下。他们这些民主大师下面的点赞都是异常的多，留言也是异常的多，而且你看好了啊，核心来了。面具人在昨天的节目中提到过，渔民是一个漫长而且复杂的过程，但是它带来的收益和回报却是巨大的。你们看好了啊，他们这些民主大师下面留言的核心，猫神你是好样的，你是我们的希望，周庭你是香港人的希望，香港革命因为有你周庭才能成功，吴建民你是真英雄，反共事业不能没有你，江峰你是真汉子，铁骨铮铮的好男儿。他们的频道下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极端的个人崇拜的言论，甚至有些肉麻无耻的面具人我都念不出来。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内的头条微博下面给习近平的留言，习近平，习大大你是好样的，习大大太伟大了，习大大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这些留言模式和这些民主大师下面的留言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中宣部的统一纲领。但是你们在面具人我的节目下面很少能看到这种无耻的跪舔的留言。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中国人就是这么无耻下贱，喜欢跪舔别人，还是说有着一双无形的大手故意制造这些留言，要把我们往这个方向引导呢？为什么在面具人我的频道下面就看不到这些无耻跪舔的留言的声音呢？面具人我是研究心理学的，你们不知道这些短句短语对人的冲击力，咱们就随便拿一个留言来举例啊。江峰你是铁骨铮铮的好男儿，那潜台词就是除了江峰别人都不是好男儿了，对吧？周庭，香港革命有周庭才能成功，那意思就是没了周庭这个香港革命就可以结束了呗，没了周庭这个革命就继续不下去了呗。而香港目前来看呢，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呀，大家从民主革命已经变到了每天跪舔崇拜周庭的这种事情上面了。大家天天关注周庭今天吃了什么饭，吃的是鱿鱼饭还是猪骨饭，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颜色的口红，今天周庭来大姨妈了没有，要注意保暖。为什么中共要花费如此大量的精力和文宣资源，把舆论和民心引导到从对一个现象，从对一个群体的关注转变为对一个人的关注呢？因为你把群体行为转变为个体行为，这种威胁就会无限的缩小，甚至变为对自己有利。咱们这样想嘛，很多人关注群体的话，这个范围就太大了，很难把控。但是呢，很多人只关注一个标杆的时候，
我们只用控制这个标杆，就能让这个标杆带领着大家往我想让这个标杆往它走的方向去走，对不对？统治者能看到的东西，你们是看不到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潜台词儿，说100遍，说1000遍，说10000遍，潜台词儿这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就慢慢的植入到你的脑子里了。你会认为你必须要有一个领袖，你会认为这不是群体事件，这是某个领袖带着我们走的，领袖完了我们也就完了，懂了没？你会认为领袖是完美的，你是傻逼。这个潜移默化的东西你自己未必能意识到。他周庭也好，吴建民也好，王丹也好，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这些人少说也有几百万的身家，甚至呢上千万的身家，对吧？你呢？你明天买顿饭你还要算一算划算不划算啊？他们这些人呢，煽动美国人拿枪内战，你看他们自己去不去？你别说他们自己去不去，你们这些川粉，你煽动美国内战，煽动美国分裂，你们自己敢不敢拿枪上街内战去，消灭民主党去？你们敢不敢？你们不敢吧？哦，那你们不敢做的事儿，你就叫别人上街去送死，上街去干死别人，你让别人做这种事儿。实际上呢，你比那些卖毒奶粉的人更坏呀，对不对？你比那些见死不救的冷漠的人还要坏几百倍几千倍呀。同样的事情在香港也天天在发生，对不对？哦，你不敢上街，你让香港那些没有社会经验的冲动的年轻人，他们没财力没背景的弱鸡，你去骗他们好煽动，骗他们上街送死，你说你是不是比卖毒奶粉的人还要坏？人家卖毒奶粉不一定吃死人，而且是间接的，你是直接的煽动他们去，要么去干死别人，要么就是自己死，对不对？你觉得你坏不坏？这还不算啥，这里面还有更坏的人呢，就是一面要收着你们的掌声，被捧上天当英雄的，一面呢还要让这些傻货上街冲锋，制造新闻来博取眼球，来赚广告费赚钱的，赚打赏的。他们躲在背后啊，撸着油管撸管，当民主斗士、民主战神、民主大师，然后呢还要你们给提供香火钱供奉朝拜。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更恶呢？这是不是恶中之恶？就像那些川粉博主公子沈呀，明显他当时信誓旦旦的挺川呀，他打保票说川普稳赢，说川普一定能赢得美国大选的。结果呢，公子沈昨天开始堂而皇之的撒谎，赤裸裸的把观众当傻逼。他说他当时是赌拜登赢的，美国的事情的发展正如他一直所说的，他没有错。看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今天，你们发现没？这些人不但恶，而且虚伪，靠着假流量、网军、机器人带节奏、留言、刷点赞，然后呢把你们骗进去，然后呢你们就跟着朝拜，把他们当英雄，对不对？他们自己做英雄，这还不算啥。咱们仔细想想啊，原来的中国人还算朴实，有事没事走街串巷的啊，邻里之间互相友好，送东西吃啊，聊聊天，对吧？可是呢，你看现在的中国人真的是恶呀、极端呀、卑劣呀。为什么？因为你们崇拜的都是极恶之人，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民主大师，国内的明星也是一样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你们觉得你成天向这种极恶之人取经、崇拜、学习，你们能变好吗？以后的中国更残忍的事情还会一幕幕的发生的，更可笑的事情还会一幕幕的发生的。就像川粉如此大的群体，能有如此多的满嘴胡言，还公然用五行八卦来反共，用请小鬼、用符咒、用咒语、12生肖、请神上身来评论美国政治、来反共的，你说能信这些玩意儿的民族，他会进步吗？他有科学吗？他有希望吗？结合面具人昨天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中国人反智主义的一种导火索。中国的文人墨客喜好卖弄，但凡是有点知识的人，学习好的人，就瞧不起学习不好的人，导致了这些大部分无知的人开始极端反智，因为谁也不愿意无缘无故被歧视、被瞧不起，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人被歧视了、被瞧不起了以后，他们就会用暴力、极端的这种黑手段。因为他不靠黑手段，他弄不过知识分子，他脑子不够用，他只能玩流氓手段，对吧？所以呢，这些大部分的无知的人被有知的人歧视了以后，无知的人就用低劣的手段去干掉有知的人，然后有知的人过一段时间呢又起来一批，或者是无知的人自己成了权贵了，又歧视下面的无知的人，然后呢又造成了一次这种阶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对不对？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一直恶性循环，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平下心来，平等的咱们好好沟通，不是你瞧不起我，就是我瞧不起他，要么就是本地人瞧不起外地人，要么就是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要么就是全国人民瞧不起河南人，对吧？整个民族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停的卑劣化。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傲慢促使人群民粹化、反智化，所以可以看出来，中国人这个民族最近的几十年发展下来，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残忍恶毒，不是没有道理的。谁都不愿意先做好人嘛。美国之前其实是非常警惕反智主义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他就深刻地剖析了反智主义存在的渊源。之前呢，反智主义并未构成美国民族心态的主流，但是呢，常常会被利用成民粹，代表普通的劳苦群众嘛，就跟中国的这种革命一样。但是霍夫斯塔特说，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感情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的。如果你瞧不起他，他当然会反智了，他当然会反抗你了，对吧？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也是罕见的，因为这是双向的情感取向，你不刺激他，他是不可能绝对的排斥知识分子的。他们的阴影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种嘲讽践踏真的是伤人自尊的，伤人人格的。那既然存在着这样的隐患，我们就应该正视它。第一，知识分子上升的通道的阻碍与知识分子和现存权威之间有矛盾。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呢，在政府换届之间，凯恩斯主义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很严重，完全依靠政府的宏观手段，在经济危机化解后的几十年的教育缺失问题也很严重。他列举了第二个点，就是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知识和人民群众脱离了，知道了吗？这是关键点。第三，文化的对峙。在美国，小镇文化与都市文化有对峙，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于生活方式所选择呈现出来不同的态度，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价值观念的两种根本性的对立冲突。一种是不思进取的墨守成规的人生态度，一种是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知识的态度的不同，以及对于有知识的人的心态的区别对待。那这种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有着直接的影响，使得很多人认为用头脑思考创新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事情，耍小聪明，而凭借着体力打拼才是值得颂扬的。这就是身为美国人称道的牛仔精神，根深蒂固，矛盾繁多。第四，民族性格。美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想象有不同的看法。第五，价值观与宗教与历史的对立。这些东西呢，你说能不能沟通，能不能缓和？当然能了。但是呢，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过得好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嘲弄说这些没知识的人
笨、无知、愚蠢，对吧？那你想嘛，一个人他被嘲弄了以后，他肯定要反抗呀，对吧？前几年呢，民主党自己的傲慢，搞什么精英群体，也导致了美国的民粹反弹，所以呢，促使了川普这类人的出现。包括你在中国也一样，中华民国的教条，还有上流社会的那种纸醉金迷，不管下流社会，导致了毛泽东出来带领着下流社会打土豪分田地，对不对？川普的出现，毛泽东的出现，都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川普造就了历史，是历史造就了川普，不是川普造就了人民，不是毛泽东造就了中国人，是中国人造就了毛泽东，是人民造就了川普，知道吗？川普的出现确实是让美国的贫下中农出了一口恶气，跟中国的情况类似。中国的贫下中农不当年也是极端的愤恨这些地主、财主、知识分子嘛，对吧？川粉们越癫狂，越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民主党之前几年有多么的傲慢。当然了，中共也会把握机会，从商业、政治、民主，甚至是宗教上面全面的制造美国的民间对立。如果美国的社会就此走向分裂崩溃，咱们华人的贡献呢，真的是功不可没的。什么川粉呀、民主大师呀、科技间谍呀、华基督徒呀、保守派呀，方方面面咱们华人都在侵占美国。华人善良的、真诚的还真没有几个，但是呢，华人里面的恶人、唯利是图的倒是不少。天生的工具人，有利益，不管事儿是好事还是坏事，有没有道德，只要能赚钱他就干。并且呢，更可悲的是，华人里面披着善良外衣行极恶之事的人更是主流。真小人少，伪君子更多一些。为何华人这个民族越来越坏？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好人有好报，手上有刀为何不杀猪呢？每个人都不愿意做好人，那既然华人本身都不想做好人了，你觉得西方的学者、社会学家能看不到这种问题吗？能看不到这种现象吗？那些人精得很呐，聪明得很呐，人家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家能看不到咱们华人的社会生态吗？对不对？就连面具人我都能看到咱们就说欧盟和中共勾兑签署投资协议的签署贸易投资协议这个事情世界报就报道了，西方的观察人士已经放弃了通过资本主义实现中国民主的希望。欧盟已经在2019年将中国宣布为体制竞争对手，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而且呢，欧洲企业的高管如今在面对中国时，也不再只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是担心那些创新实力强劲的中国企业会侵染欧洲。看什么叫做竞争对手？欧洲是把中国和中国人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了，它并不是说它要改变中国、改良中国了，而是对手。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和中国人都是对手。中国代表的就是中国人的民意，而中国人的民意也就是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在一起的。华人的这个思维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民主土壤嘛，对吧？大家都喜欢当领导，大家都喜欢有能耐了、有力量了，才几个傻逼把他虐一虐，对不对？你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做好人，别人怎么能帮你做好人呢？对不对？你总想着依靠外力，总想着伟大领袖、满天神佛来搭救你。然而呢，每个中国人力所能及的善事他都不愿意做。我说一个很简单的话，路边看见要饭的，你还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给钱，说他是骗子；看到别人施舍要饭的，你还要阻止别人施舍，阻止别人行使善念的。你说这种民族，你认为他有变好的希望没？对不对？他要饭咋了嘛？你给他1块钱2块钱，你能死吗？更别说
中国人还有如此之多的极恶之徒，虚伪啊，披着伪善的外皮，做着极恶之事的人，一直当你们的领袖，当你们的伟大英雄。你们把这种人捧为英雄的民族，你认为你能变好吗？啊，哎呀，把这些伪善的不要脸的人当英雄当圣人的民族，这种中国人他能变好吗？你们仔细看看啊，油管上面不引导别人，或者是用偷换概念呀，以善作恶的频道主，像面具人我这样的有几个？世界报的评论，他以中国崛起，欧洲衰落为题，认为单纯从经贸角度上来看，欧中投资协议对欧盟相当有利，赚钱嘛。但是呢，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就宣布完成谈判，会酿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因为你会得罪美国。冯德莱恩在欧盟委员会强调地缘战略思维，但是这一思维显然没能让这个巨大的欧洲官僚机构完全领会。欧方的谈判代表很有可能就会像电影里面《再见列宁》的女主角那样，昏迷前生活在东德，醒来时柏林墙已然倒塌，他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欧盟代表为了这份投资协定谈判了7年，期间呢，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注意到公共舆论的变化。当北京在12月做出了重大让步，协议有望在12月底前达成共识时，欧盟代表突然遭到了舆论的批评，这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环境已然不同于7年前。相比7年前的谈判刚开始时，当今的中国政府对内更具压制性，对外更具攻击性。尽管如此，默克尔依然大力推动达成协议，这表明德国总理在对华政策上贯彻的是一条不怎么受外界左右的自主路线。德国汽车产业一定是非常乐于见到这一点，因为投资协议一达成以后，大家能勾兑吗？能互相卖吗？能赚钱吗？对吧？德国大众的车一半的车都销往中国，中国更是奔驰的最主要市场。那有了中欧投资协定以后呢，德国车今后呢还能涉及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由于此前做出了强烈依靠中国市场战略性的决策，德国大众等企业呢也陷入了高度对华依赖，这导致了德国政府几乎无法抨击中共，因为你敢抨击就让你经济受损嘛，就这么简单。众所周知，默克尔认为全球权力的重心向亚洲转移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在崛起，欧洲在衰落，这就是欧盟在见到北京做出让步时急于签署贸易协定的主要理由。只不过当欧洲不再坚持价值观时，欧洲衰落的预言还真的会成为现实。当然了，没办法，因为这些人要钱嘛，对吧？资本家无国界嘛，赚钱还分什么价值观不价值观了？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嘛，对不对？人自私一点没有错，是不是？当然了，大家也别觉得北京让步就是北京吃亏了。我问你们，中共的哪一次让步实现过？中共玩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伎俩还少吗？你看似他是让步了，实际上呢，他偷油的办法太多了，退一步进两步。欧盟之所以能够和中共签约，也是因为他们的谋士看到了美国的衰落，甚至有分裂的可能，靠不住了。而中国呢，也在努力的塑造这种分裂美国的气氛。你看啊，这个共和党就开始闹事儿了。11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周六发表声明，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即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进行紧急调查，否则他们将拒绝认证美国国会下周统计选举人团投票的结果。这是最后一次阻止确认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总统的挑战。根据美媒显示，众议院预估也将会有100多位共和党籍议员出面挑战大选结果。看好了啊，100多位共和党议员出面挑战大选结果。
知名的美国共和党老牌参议员克鲁兹等11位共和党参议员周六发表声明表示，国会下周3统计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时，他们将挑战点票结果，并要求紧急成立一个委员会，对大选中出现的选举欺诈行为进行紧急调查。他们表示，这个委员会应该在10日之内对争议州，即选举结果极为接近的几个州发生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在国会挑战总统大选结果是一个非常稀有且重大的举动。这次发表联合声明的除了克鲁兹之外，其他10位参议员都是应在星期天宣誓新一任国会议员的共和党新科参议员。看好了啊，都是新参议员。在美国呀，总统选举为间接选举，选民投票选择选举人，选举人团在12月14日确认选举结果，选举人票过270张即为当选。14日的投票结果是，拜登获得了306张选举人票，而特朗普获得了232张选举人票。看到这里啊，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川普的牌还没打完，美国列解的戏码正在上演。而拜登他所说的一些言论，包括拜登之前的政绩，也确实没有那种能力挽狂澜的魄力，给不了人们希望。美国现在真的是内忧外患，两党死斗，甚至是共和党内部、参议院、众议院内部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裂痕矛盾。共和党现在有新派老派，就选举结果也是各执己见。其实面具人，我觉得这个矛盾确实尴尬。你说是遵守宪法，那拜登是赢了，建制派的共和党选择遵守宪法。可是呢，你说要遵守7000万选民的民意，对吧？川普他毕竟是有7000万选民的基础呀，这是民意呀，那你就不能遵守宪法了，你要尊重民意呀。所以你看报道里面的11个新派的共和党议员选择遵循民意，这就是民情与法律的抉择，选哪一方面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情与法，人与法。退一步来说，宪法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东西，今时不同往日，今日民情有变，理应顺应民意，对不对？这些矛盾都是很难调和的，并且呀，拜登也没有里根呀、肯尼迪呀那种力挽狂澜的魅力，吸引大家、团结大家的魅力。拜登他做不到，他也吸引不了这个时候的欧洲、亚洲与他站在一起，对不对？亚洲跟中共勾兑搞 RCEP， 欧洲跟中共勾兑搞中欧贸易协定，对不对？咱们即便是看传媒战、自媒体、舆论战，川普也占上风了。拜登他忽略了自媒体这一块，他忽略了民办媒体这一块，就证明拜登、民主党他们这些人已经很傲慢了，不关注底层人民嘛，对吧？所以呢，你看底层人民自发性的搞的自媒体，把民主党打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你不管是阴谋论、狂热的川粉，对吧？那是不是证明民主党在媒体这方面的能力不行？他至少不如川普，对不对？好，你跳开立场来看，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川普这次把美国两党也是撕裂了，而且川普的各种卖队友、孤立主义也确实是破坏了美国的信誉，并且呢，拜登也不好受。川普已经把选举舞弊炒作的这么大，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拜登没有舞弊，但是以后的人们提起这次选举，或者是历史书上记载拜登、川普选举舞弊，这些都是关键词儿，并且呢，美国卖队友也好，美国孤立主义也好，美国丢人防疫搞不好也好，他们不管民主党、共和党还是任何一个美国人，他们都是美国，懂了没？丢的是美国的人，这是内忧。咱们再说外患，美国又爆出了有14位教授因隐瞒与中共的关系被捕，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因涉嫌与中共国的关系而面临更多指控，
一名前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员于5月份在试图从阿拉斯加飞往中国时被捕。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涉嫌为中共国窃取商业机密而被捕。阿肯色州教授因涉嫌与中共国秘密关系而被起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在涉嫌与中共国关系的调查中被捕。堪萨斯大学的教授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秘密关系而被起诉，等等等等。这一次爆出来了有14人，那还没爆出来的呢？哎，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面具人，我现在也是郁闷呀。拜登也没有给大家有那种胜利号角的希望，对吧？哪怕你拜登给人打点鸡血也好呀，对不对？可是你拜登连鸡血都打不出来。当然了，只让咱们华人自发性的做好事儿，那更是难上加难呀。